各位网友，大家好啊！玩书走天涯，走进历史，走出现实。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场正在离我身边发生的芯片战争。别小看这几个字儿，这不是工程师的专利，而是决定未来10年的全球经济甚至地缘政治走向的一个大事。核心主角是谁？英伟达。对，就是那个做显卡起家的公司，黄仁勋的公司。你可能会问，一家公司再厉害，不就是卖硬件吗？怎么能够牵动世界的脉络呢？答案很简单， AI 靠的就是算力，而算力的心脏就是英伟达的芯片。可问题是，中国市场如今成了英伟达的危险的一个钢索，走一步抖三抖，美国盯着，中国也盯着，随时可能摔下去啊！这就是今天的主题。英伟达面临着500亿美金的时代的巨大裂痕。我们首先来看一看英伟达在中国的钢索行走到底如何了。大家知道过去2年美国政府对中国下了很多芯片的这种限制令，比如最强的 H100、H200 不让出口。那英伟达怎么办呢？他们就专门做了一个降级版的芯片，叫 H20， 性能呢比顶级要差一点，但还是能够跑大模型。那么这一招呢还算管用，中国的众多云厂商，像阿里百度腾讯这些，还能买到 H20， 至少不至于断粮。可没过多久，问题来了，北京这边觉得 H20 不安全，所以政府给企业打招呼，少用最好是别买。而美国这边呢也盯得紧，说你要卖也行，但收入的抽成抽 15%这也是历史上没见过的事儿啊！你看，这就是所谓的夹缝中求生存。结果就是英伟达中国线的销量直线下滑， H20 直接停产。未来这块市场可能有500亿美元的这个空洞难以弥补，这可不是一笔小数，等于未来的增长曲线直接给掐断了。我们再来看看台积电的这个地理拉锯在 AI 芯片行业呢，还有一个另外的关键角色，就是台积电。大家知道英伟达自己不生产芯片，它的核心的 GPU 都是台积电代工的。可台积电也夹在中美之间，压力比谁都大。美国说你必须来我这里建厂，于是台积电在亚利桑那投了大钱，在日本、欧洲也有布局。看似是分散风险，但代价是巨大的，人工贵，土地贵，能源贵，结果就是芯片更贵。那么这笔钱谁来买单呢？当然是客户，也就是英伟达了。然后由英伟达再传导到数据中心和企业的众多用户。所以未来的现实是，芯片涨价，云算力更贵，普通企业和个人要用 AI 会发现门槛比想象中的越来越高。那么对中国来说，这反而就是机会，因为当进口货越来越贵，国产替代哪怕性能差点，只要够用又便宜，就能抢市场。中国过去几十年不就是低成本低价来抢了这么多市场吗？所以我还是要分析为什么这是有100亿元的裂痕。你可能会问英伟达这么强，怎么会被撕开这样大的裂痕呢？玩叔分析有3个原因。一个就是客户一旦转向，就一般不会回头。数据中心买芯片不是一台一台的买，是按整个机房的规划买的玩叔原来是干这行的一旦上了国产芯片，那么后续扩容都会沿这个生态走，不会再切回到英伟达。第二个呢，就是价格会坍塌，那么中国厂商不会去挑战最顶级的旗舰卡，但会把终端市场全收走。你想如果 70% 的市场被一刀切走，
英伟达再强也守不住它的这个利润率。第三个就是生态了，它会被慢慢的消解。英伟达的护城河是 CUDA 软件生态，叫 CUDA， 但现在编译器、算子库、图优化工具越来越多，就像搭积木一样，换掉底层它也能跑模型嘛。这样一来，客户不再被绑死，那么转向中国产也更容易了。所以这不是立刻的一个崩盘，而是慢性的一个失血。我估计10年以后，英伟达可能会发现自己在中国市场的存在感已经被蚕食的七零八落。所以黄仁勋的这个超前的这个预判看来有一定道理啊，就是把中国做大了。那么未来的趋势到底怎么样呢？王叔总结了未来的10大 AI 发展趋势啊，大家听一下就可以啊。我把这个图呢，这个趋势图放在屏幕后方，大家可以看一下啊。一个方面就是世界会出现2套供应链，美国一套，中国一套，表面上跑的是同样的应用，底层却完全的不同。第二个呢，就是真正的瓶颈呢，不是模型，而是显存和封装，没有足够的 HBM 内存，算力就是纸面的算力。第三个呢，芯片会走向拼装，多个小芯片堆起来，再靠新封装和互联来提升性能。第四个呢，就是软件优化越来越强，量化、蒸馏这些方法会让终端芯片也能够干大活。第五个呢，就是训练会集中在少数超级云厂商，但推理会走向分散，贴近行业，贴近用户。第六个就是电力和散热会成为第二货币，谁能拿到便宜的电，谁就有了算力的优势。第七个呢，不只是 GPU， 专用芯片和国产的加速器会越来越多，从侧翼来蚕食这个市场。第八个就是政府的角色会越来越大，谁能卖给谁，价格多少，企业说了没用。第九个就是算力本身是放大器，未来比拼的是数据和应用，芯片只是一个加速器。第10个就是资本开支两极分化，大企业疯狂砸钱，中小企业只能租算力用中国国产化的方案。我把这个未来这个10大趋势啊打在后面啊。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分析，到底未来的 AI 中国赢还是美国赢？因为很多观众最关心的问题是，最后结果到底是2个大国谁赢呢？一个科技领先，一个是制造领先。我们跟大家做一个分阶段的一个分析给一个时间窗的一个图表放在后面，大家可以看一下。从前3年，就2025年到2027年，结论美国明显领先，理由 SML、EUV、High-NA， 还有台积电的 N3-2 还有 HBM 的供应与 CoWoS 先进都是长在我的美日阵营。NVIDIA在训练这一块呢，工程整合的壁垒极高，顶级的开源商用模型与工具链仍是美国盟友主导。那么中国的位置呢，在推理侧份额显著放大，国产化在终端产品在快速的铺货，重点城市北上广深、杭州、新一线完成软硬件的闭环，在行业应用层面赢在落地的速度。我们再来看看第3到7年，2028年到2032年。那么结论呢，就双生态稳定的分化，美国人领跑顶级训练，中国有望在国内与新兴市场带实现这个数量级的扩张。理由呢，中国在 DUV 先进封装光互联网络协议上取得工程型的进步，够用加便宜，成为了大模型推理和行业 AI 的一个最优组合。加上它的这个国产编译器算子库、图编译和 PyTorch 前端足以对冲 CUDA 的粘性，在主要工作负载上可代替。第三个呢，它在一带一路的东盟、中东、拉美等市场中国方案在价格交付和运行维护方面肯定更具有一定优势。而美国的位置呢，它将人吃下高毛利的顶级训练的生意，继续依靠 HBM 加上先进封装生态组合的3重壁垒。它的关键变量在于台积电的海外厂商爬坡速度以及韩国 HBM 的扩产节奏怎么样。
我们再来看看7到10年的2032年到2035年的窗口。那么结论呢？我们算概率吧。美国维持顶级训练领导地位的概率是 45% 到 55%， 前提是 HUV High NA 加上 HBM 软件生态优势未被根本动摇。中国在全球出货量与装机量有反超的概率是 25% 到 35%， 即使顶尖的训练仍被美国阵营把持，但中低端推理与行业 AI 的装机面中国可能形成压倒式优势。冲击型的事件导致次序重排的概率呢 15% 到 25%。 例如台湾海峡有重大风险，全球能源价格长周期的失衡，关键材料设备突发以及禁运级的事件等。那么胜负的逻辑呢，我们分析一下，就是美国的赢在高端和利润顶级训练加上封装加上 HBM 加上生态，中国呢赢在这个规模与应用端到端的系统集成，成本控制，场景的复用以及工程化的队伍。那么全球呢，对不起，输在割裂，两套体系会长期并行，成本更高，创新相互不可见。所以站在玩书的这个频道的观众立场来看如果你是开发者或者中小企业主，短期继续压枯的生态，它的接单与效率更稳妥。那么同时布局PyTorch的前端加多后端的抽象层，为未来的国产替代多云切换预留接口。企业上云要学会算 TCO 加合规加交付的综合账，而不是单看 flops 报价。有人会说，我和这些 AI 芯片有什么关系这么多数据，这么多趋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我还是告诉大家别嫌咱们年纪大了其实关系大的去呢。未来10年就见真章了你用的 AI 服务为什么会越来越贵？因为芯片和电力的涨价。你所在的行业为什么突然冒出这个中国的 AI 方案？因为终端硬件够用了，成本会更低。再说实在一点，你投资的股票为什么会剧烈波动？因为英伟达、中国芯片厂、台积电都被地缘政治绑架政治经济学，政治在前面，经济永远在后面。所以这不是新闻，而是生活。每一次出行，每一份投资，甚至你日常用的 AI 工具，都和这场芯片战争密切相关，我们每个人都跑不了所以玩书的结论又来了什么结论？在短期内，美国将赢在高端，英伟达还能赚得盆满钵满。在中期5年左右时间，中国赢在规模和落地，中国产的芯片越来越多跑在你身边的应用上。从长期看，那么胜负就要看3大的触发器：台海局势、HBM 内存和封装的产能，以及库塔替代的速度。未来的10年，这场战争不会停，不会消停但作为一个世界旅行者和观察者，玩叔要告诉你，看懂芯片就是看懂未来，看不懂芯片，兄弟们，你没有未来。以上讲的不对地方，请大家与玩叔互动，打在屏幕下方，谢谢大家。让你能够听到我的心，什么时候也能把我想起。